你把公司转让给仁义之后，他顺理成章的夺标成功。不到1个星期，他就开始给公司换血，陆陆续续的把那些老员工都辞退了，也包括我。林总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想想，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那么难，你都可以挺过来，我相信现在你也一样可以挺过来。那么几个人，你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居然搞我老婆，还我公司，搞我公司，你为什么？说呀！你有老婆，你干别人老婆；你有老婆，你把别人老婆当小三养。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？骗子，傻逼！我他妈打死那个王八蛋！有本事你就整死我，有本事你就干死我！你是个王八蛋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老婆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需要却那么强烈，我干他干得那么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平时亏钱他亏得太多了，你还想让你老婆为你抱着贞节牌坊每天等着你？哼，你做梦！我不喜欢你老婆，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他一眼我都懒得看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爱奶梦，你爱的是别人，对吧？啊！你每天在大街上等谁呢？啊！你以为那个人会来找你来吗？不可能！别做梦了！我打死你！来啊！打死我！啊！我们俩刚才说的话，乃木就全会听见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跟别的男人上过床，她听到这些话会反应怎么样？你的公司啊，你投标失败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你一参与就失败。慢点儿，别跑，别跑！吉阳，怎么会是你？要不是带着孩子玩，今天还真不会碰到你。
你就准备一个人喝呀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说了话长，还是说说你吧。这些年你怎么样？当年我和唐敏熙从公司撤了股，又开了一间新的广告公司。我知道直立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发誓，我真的发誓，是在你们闹掰了之后。你相信我。行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跟唐敏熙两个人好了，那是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事情。作为朋友，我应该祝福你。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，公司怎么运行，怎么发展下去。你和唐敏熙闹成那样，现在我又跟他好了，你什么意思吗？我要离开公司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跟唐敏熙好了，啊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们俩串通好的吗？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毕竟是利益至上。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哥们儿，生意，季阳，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那么多年的生意伙伴，看来这次我真的应该祝福你。聊了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上车。我一直自诩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你，不愿意待在你的背后。有了新公司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人们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，有些则可有可无，而有些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但是这样，人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买东西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购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幸福感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幸福感放大，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触碰的商品。魏总，快去看看吧，
唐总和客户吵起来了，快点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笑话吧？你拿这种条件来见我，你有脸吗？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们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保安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废话了。保安，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做生意的。你们是土匪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你去不去？要不然我叫保安给你抬出去。别动手，我自己会走啊。吴总，哎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道歉，好吧？用不着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叫保安把客户轰出去呢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是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。谁想和气了？我就不想跟这种白痴做生意 ，OK？ 怎么了？最近你怎么总是情绪有点不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想自己安静一下，好吗？请。我本来以为，有了唐敏熙和新公司，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。可是敏熙是你的，我夺不走。虽然你和他分手了，他也不爱我。我只是你的影子，或者干脆就是他报复你的工具。一个人喝酒呢？您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坐下，坐下。不喜欢啊？那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我送给你。可以走了吗？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个孩子的妈妈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好女人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很普通的工作，组织了家庭，生了儿子，从此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心。每天一家三口过着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的生活。我很满意，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在纠结。当年我勾引了朋友的女友，毁了她的前程。我一直想找到她，跟她说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
后来，你找到爱宝了吗？我最后一次见她，她已经怀孕了，现在孩子应该很大了。逸轩，来吃饭吧。乖乖真棒，把书交来了，来来来，来，小妈慢点来，哎呀，宝宝，正好啊，一会儿我和小文都得去上班，你就在我家待着吧，让豆豆陪你玩。豆豆陪着他，人家一个大男人一天哄孩子呀，真是你以为跟你一样？可以的，反正我没事。不好意思。你有住的地方吗？有。你呀，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。你一个人又得胡思乱想，就踏踏实实住在我这儿。就是，那我发现我们家宝贝儿特别喜欢你，是不是乖乖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飞起来，你把它飞起来，飞起来。